神话里的10大最强火焰，你知道分别都是什么吗？第一名焚天灼海，哪怕是玉皇大帝都退避三舍。最后一名能让人不死不灭，大罗金仙都无比眼馋。混沌开辟，天地分明，地火水风4大元素缔造洪荒世界，火焰最为文明的开端，自然是无比的重要。上古10大神火第一位，太阳真火。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，太阳真火也是天地之间最初的火焰，哪怕是先天神魔也不敢轻易接触。洪荒世界唯一能掌握太阳真火的，就只有大名鼎鼎的金乌一族。《山海经》曾记载，金乌居住在扶桑树上，每天沐浴太阳的火焰成长。最出名的一只金乌名为帝俊，乃是妖族天帝。在玉皇大帝出现之前，便建立天庭，称霸3界，麾下妖兵妖将无数。鼎盛时期，就连圣人都得避其锋芒。太阳真火一出，除了先天灵宝之外的任何存在都会变成灰烬。但可惜因为太过引人注目，金乌一族遭到先天神魔的忌惮。巫妖大战之后，后羿射日，金乌一族也随即销声匿迹。10大神火第2位，三昧真火。提起火焰，三昧真火自然是不能落下。作为神话故事里最常见的火焰神通，三昧真火可谓是鼎鼎大名，红孩儿施展出来，就连齐天大圣都不敢靠近。封神中姜子牙也曾说过，此火非同凡火，从眼鼻口中喷将出来，乃是精气神炼成三昧，养就离精，与凡火共成一处，寻常妖魔鬼怪触之即死。姜子牙就曾经用三昧真火烧死了玉石琵琶精，太乙真人也曾经用相关法宝九龙神火罩烧死了石矶娘娘，就连石头妖怪都扛不住，寻常血肉之躯就更不用说。10大神火第3位，六丁神火。如果说三昧真火还比较常见的话，那么这六丁神火就是个人专属的了。六丁神火乃是奇门遁甲之火，是道祖太上老君以奇门遁甲之势，在上清八卦炉中融合炼化而衍生出的神火。六丁神火有多厉害？西游中仅一块沾染神火的炉砖，便可让下界百里山峰燃烧了500年，并助红孩儿修成了三昧真火，其威力可见一斑。不过这六丁神火最厉害的还是炼器，无论是猴子的金箍棒，还是8戒的9齿钉耙，都是出自这火焰之下。火眼金睛也是因为这个神火，足以证明六丁神火的厉害。10大神火第4位，南冥离火。南冥离火为先天八卦离位之火，乃是神兽朱雀一族的半生之火，威力无穷，特别是对于阴神鬼物更是伤害加倍。达摩祖师渡江以前取西方真金，采南方离火之精熔炼而成一把南冥离火剑，不但妙用无穷，还专破一切邪魔异宝。朱雀是上古4大神兽之一，守护天之4极。相传南瞻部洲之所以妖魔很少，就是因为朱雀的南冥离火太过可怕，此火乃是天底下最圣洁的火焰，对于邪魔外道的克制，就跟老鼠遇见猫一样。蜀山当中可怕的邪魔出世，只有3大神通法宝才能打败它，其中一样就是南冥离火，代表究极的正义，是神兽朱雀的最强招数，足以焚化整个世界。10大神火第5位，红莲业火。如果说南冥离火代表着正大光明，那么红莲业火就是罪恶之火。此火乃是18层阿鼻地本源衍生之火，无形物质以罪孽业力为燃料，一旦沾上便无法扑灭，只能硬抗到其将罪孽焚寂。但如若可以抗过业火灼烧，无论过去曾造下多少罪孽，都可以一笔勾销，再火新生。业火不可离开阿鼻地狱，唯一带离的方法便是从先天灵宝12品业火红莲上获取。天地开辟之初，混沌中有一个极品混沌青莲，盘古大神就是从其中诞生。而在洪荒世界开辟之后，混沌青莲的4颗莲子降世，化作4大极品莲花。最出名的就是西方功德金莲，镇压佛门万年气运，是佛门镇教之宝。业火红莲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被冥河老祖收入囊中，拥有这件至宝，可以说就避免了因果业力的困扰。在洪荒世界当中，因果业力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，哪怕是大罗金仙也逃不了因果的算计。阐教大名鼎鼎的12金仙，作为圣人弟子，地位可谓是无比的崇高，可因为业力缠身，也不得不参加封神大劫，最后被削去3花武器，重新修炼数千年才恢复。相反，有了业火红莲就不用为此苦恼，足以证明这件灵宝的强大。10大神火第6位，又名鬼火，也被称作灵魂之火，只在冥界诞生，专门用来对付灵魂，可以蚕食灵魂当作养分，无比的诡异。所谓鬼火森森，就是指的这幽冥鬼火。传说佛门燃灯古佛有一半生法宝灵鹫灯，立马就有这灰色幽冥鬼火，能够呈现逝者的一生。燃灯古佛乃是佛门的30佛之一，是如来佛祖的前辈，地位无比的崇高。他原本乃是阐教副教主，尊号燃灯道人，在封神大战中是比姜子牙地位还高的西岐总指挥，经过仔细谋划得到至宝定海珠，演化24诸天，成就至尊佛陀，被西方教接引当了佛祖，实力也是相当的厉害。10大神火第7位，紫微天火。紫微天火生于星辰之中，是星辰的元火，
本是由天枢、天璇、天机等七星汇集一星，火焰为紫色。它的形成是由北斗七星星光汇聚之后，由汇聚的七星力量所形成，蕴含着星辰里面最狂暴力量，拥有着绝对的杀伤力。特别是在星空之下伤害加倍，星辰鼎盛的时候能量最为强大。如果两位大能在星空之中大战，那么这紫微天火肯定是威力无匹。10大神火第8位，焚天紫火。此火同样跟太上老君有关，毕竟谁让他是炼丹炼气的大师呢？太上老君有一神灯，名为八景宫灯，是和宝莲灯齐名的上古神灯，内含焚天紫火，拥有焚天逐海的威能。但对于太上老君来说，也就是用来照明，因为他实在是太强了，神通法宝无数，根本不稀罕一种火焰。6丁神火还能用来炼气，这焚天紫火即便威力强大，可再强能有老君强吗？也就只配用来照明了。10大神火第9位，混沌真火。此火诞生于混沌当中，比盘古大神还要古老。在洪荒开辟之前，混沌当中有3000魔神，掌控无数大道，比如时间、空间、雷电、水火。火之大道的顶点就是混沌真火，身为诸天万界的火焰之祖，此火的威力简直难以想象。太阳真火也有几乎可以在其中生活，而混沌真火就是绝对的燃烧了，只能想办法封印，从来不可能熄灭，就连圣人也是眼馋。10大神火最后一位，涅槃之火。此火乃是凤凰的专属火焰，又称生命之火，没有半点攻击力。在凤凰遇到不可抗拒的伤害或即将老死时，全身会燃起涅槃之火，在火焰中燃尽此生一切，再度涅槃生出第二世。凤凰每涅槃一次便强大一分，但不到万不得已，凤凰也不会轻易选择涅槃，因为涅槃不一定100%成功，不然凤凰就是最强种族了。上古时代，龙凤麒麟乃是最初的3大种族，为了争夺洪荒霸主的地位，差点将世界打碎，只可惜最后是两败俱伤，龙族退缩四海。凤凰居于火山梧桐，火焰神通很多飞禽都拥有，就比如避方鸟就喜欢到处放火，被视作火灾的化身。朱雀是圣洁之火，凤凰则是吉祥不死的化身。所谓凤凰涅槃心不死，这种强大的天赋让很多种族都羡慕，毕竟就连人间的权力巅峰，历代帝王的终极理想都是长生不死。西游记当中的无数妖怪为了吃一口唐僧肉是为了什么？也不就是为了长生吗？所以凤凰的涅槃之火才让人眼红。即便是大罗金仙以眼馋这种强大神通，那么对于这上古10大神火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